出来了，你瞅整的这个大臣，他去修钱去了。我爸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不实信息，一些短视频，说人类要面临灭顶之灾，世界要发生一些大事儿，然后告诉他今天下班你必须去 ATM 把你的工资卡里所有现金都取出来。他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根本没听明白，就是以为我爸摊上什么大事要急用钱，要借他老丈人，把工资卡里所有钱都取出来。我爸说所有钱都取出来，然后这些取出来，你看我他全取出来了。就700呀，就700呀！我爸呀，最近刷到了一些没有依据的夸张叙事的短视频，说世界要有大灾大难，要赶紧做出未雨绸缪的准备。然后我爸买了很多那种军用的压缩饼干、方便面等等物资，然后自己还取出来一堆现金藏小匣里了，还告诉大胖媳妇今天下班一定要把自己工资卡里的现金都取出来。大胖媳妇根本没明白咋回事，我爸让他把所有资产转移出来，他就转移出来了。回来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跟你说实话，最近你爸不太正常，买干粮、取钱、整理重要证件。他虽然不跟我明说，但是我也不傻。综上所述，谁还猜不出来他这是犯了什么事儿了，要逃逸。今天还跟我说让我把钱都取出来买金条，我这都取出来了，我油条都买不了几根，还买金条。但是你说老丈人张嘴了，我也得借呀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你趁早你得跟他唠唠。你看他这些准备，那可是要跑挺远呢。你告诉他，准备的再充分，那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的建议还是自首。我就把误会跟他解释了一下，他说啊，他不逃逸啊，那储藏间的东西都是他买了避难用的，那有些东西很不合理呀。你看这排蜡烛是世界末日的时候给早达写作业用的吗？这倒还好。你看这几本明显给张大铁准备的英语练习册，这个怎么解释？外边惊涛骇浪，地动山摇，那不正是张大铁学英语的好时候吗？平时还静不下来心。我俩呀，就是一晚上搁那劝我爸。大胖媳妇说，爸呀，你不能听那些短视频博主说啥就是啥，那短视频张口就来，那张彩玲天在视频里还说我傻了吧唧，那你认识我本人，那你知道他说那玩意儿。我爸说有错吗？不就是你们，不就是你们。我俩最终把我爸说明白了，但是俩孩子都听着关于世界末日的讨论了，早打就过来问我，那妈妈，如果世界末日真来了，你会带着什么逃亡？我说那必须带着您俩呀！你爸要是1个月之内没把妈吃了，我还得带着护舒宝第3代液体卫生巾。从第1代升级到现在，他一直最懂女性，全新升级，完善细节需求，给女性无感般的细致保护，一吸到底，隔离细菌，更好维护女性健康，创新体感都在细节。但是面对世界末日，俺家这个载奥达和张大铁还是有截然相反的态度。拿铁，我觉得世界末日就是外星人来了。拿铁，如果外星人来了，你怎么办？鸡跟他上个打呀！外星人听不懂你说中文，那不怪我的，怪我的。载奥达把这个事儿啊很当真，睡觉之前非得拉着张大铁对着窗外许愿。我希望如果世界末日来了，我可以跟爸爸妈妈在一起，还有姥爷和姥姥，还有爷爷和奶奶，还有两个哥哥都来呀。我来着我。然后他俩就睡觉了。1个小时之后，人张大铁自己又跑出来了，重新许了一个。如果世界末日来了，外星人就可以给我们待遇都高，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。你别跟我2分英语我最近不是上一节目说了一个段子嘛，就说我这个傻老公刚来中国的时候看不懂汉语，然后天天给我送黄菊花，给自己送成兽医花圈店 VIP 了嘛。就送的我就感觉我要是好好活着，我都对不起他。我本来担心的是就讲这个事儿他到底好不好笑呢，结果一看弹幕，一堆人骂我说这故事编的太假了吧，这就纯编故事。我太委屈了，我就是所有的创作都有虚构的成分，但是黄菊花这个事儿是真的呀。就我婆婆当年结婚的时候，我看过一眼当年的结婚照，手里捧的是一束惨白惨白的白菊花，就白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她的婚纱在那个黄菊花后边都不好意思管自己叫婚纱，就只能叫淡黄的长裙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几年前我有个好朋友在英国结婚，我去给她当伴娘。早上我一去她家，白菊花摆一墙，她婆婆送的，然后这个墙上呢还是他俩的结婚照，就笔直一面菊花台，啪嚓一道生死线，本来一段旷世缘，隔出一场阴阳恋。给我下一句灵，我说这是要干啥呀？就冥婚呢？你要冥婚，你找什么伴娘呢？那伴娘是要收红包的，那一会儿咋整？给我烧啊！她说她也没办法，这些花都是她婆婆送的，她婆婆本来就是卖花的，所以送花特别舍得，属于提前预定了一拖拉机。我记得特别清，我当时还问她了，我说那你就跟你婆婆说你不喜欢白花不就得了吗？她说我婆婆就喜欢菊花，我要说我不要白的，那今天就注定是一墙黄菊花。所以我那朋友说，就是既然命中有这么一场结束吧，就是要不然是一墙黄菊，要不然是一墙白菊，那我宁愿选择白菊，因为我跟黄菊靠腮，菊花台满地伤，我的笑容已泛黄嘛。我说行，既然这个文化不一样，咱俩也别计较这个事儿了，就让他这一墙白菊搁这摆着。但是你墙上这个照片，咱俩可以换个地方。然后我俩把这个墙上的婚纱照拿下来，支桌子上了。结果2小时之后，她公公来了，从她婆婆的花店里又捞来3捧黄菊花，摆桌子上了，围着照片摆的。那天给俺俩愁的呀，就抱着照片躲菊花，红白喜事两手抓。后来这照片让俺俩收到卧室书架上了，然后把卧室的门反锁上了，锁的死死的。结果这桌上呢，就剩仨香蕉俩苹果，旁边一圈黄菊花。更瘆人，
所以我在脱口秀大会上说过这个梗嘛，我说我老公天天送我黄菊花，我收着花都不知道往哪放，放桌上，桌上不敢放吃的，放墙根，墙上不敢挂照片。大家好，我对不起你们，害你们跟我白高兴一场。是这么回事，就我发视频那天是我老公被告知9号去领签证，然后我当天就买了他们从温哥华回厦门的机票，然后就开始逮谁跟谁说嘛，反正当时就是连蹦带跳，锣鼓喧天的整的，就咋整？这个性格憋不住。然后呢，该取签证的时候，人工作人员告诉他说，我们的政策有调整，你还要继续等待。完他就跑签证中心去了，说我该拿签证了呀，我是大胖媳妇啊，我又没有犯罪记录，我最多曾经在中国上厕所朝右，但这也不是什么大错误啊。他取签证的时候呢，正好是中国时间后半夜，那我完全睡不着觉，我在那点外卖都给人外卖小哥发红包，想给人介绍对象，我当时就给自己订去厦门的机票嘛，我寻思就知道他在哪个宾馆住，我就在宾馆附近溜达，就知道哪个屋住的是我姑娘，我就已经哎呀妈呀，太幸福了，就鼓浪屿之歌。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没领着签证。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拿着。我当时那感觉啊，就毫不夸张的说，就感觉有人拿铁锹在我后脑勺梆就拍了一下子，说出来你们都不信，就太像这个狗血电视剧桥段。我当时鼻子一酸就冒鼻血了。反正总之吧，就感觉之前这1年多其实比这好听，就是不知道希望在哪儿了。这回是希望已经放在你面前了，就把我都吊起来了，完啪嚓摔稀碎。但这期间有一个事儿，我还是想跟你们聊聊我的感悟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听听。就我老公领签证没领着，回家跟我婆婆一说，我婆婆当时就给他儿子抱住了。我的上帝呀！我的儿子，你一定非常难过，你一定非常悲伤。你要相信我，完全能理解你的悲伤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？想哭你就哭出来吧。这该死的命运。然后我跟我妈说完呢，我妈的表现应该和你们的父母也比较像，就表现得很理智、很稳定，就跟我说你呀，肯定现在心里不好受，但是你还是要坚强。你虽然见不着你姑娘呢，但你知道这孩子是健康的。那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比你惨，那比如那非洲还有很多妈妈的孩子饿肚子的、没有水的、有病没钱治的。人家都活着呢，你说你有什么理由不坚强？我当时就想是有道理，我没有理由不坚强。后来我一想，是这个世界有肯尼亚饿肚子的孩子，有也门生病的妈妈，还有铁岭俺家楼下生下来就对眼的狗。但这都能说明什么呢？这只能说明这个世界很大，有很多悲惨的事发生。但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有人过得比你惨，人家都没死，你就没有资格悲伤软弱。就是整个东方的文化和西方就是不一样的，就咱们更讲究这个内敛含蓄。咱们从小受的教育，就你们的父母可能跟我刚才描述的也比较相像，就他们总是教育咱们，你做的再好，你也不要过分开心，总有人比你做的好；你受伤了，你也不要过分脆弱，总有人比你还惨。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，你开心了就是开心了，你难过了就难过了，软弱了就软弱了，脆弱了就是脆弱了。为什么非得找一个参照物才能让你的情绪合理化呢？你的情绪本来就都是合理的，你的悲伤、你的不忿、你的自豪、你的快乐、你的欣喜若狂都是合理的。就包括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考双百，我觉得我要是考双百，我得老开心了。但结果我考双百那回呢，俺班有6个考双百。我回家就不能再开心了，因为我知道我班主任嘴欠，已经跟我爸妈说了，所以我就只能跟我妈说，妈妈，我不会自满的，我一定要朝谁谁谁努力，因为他连着3年都考了双百。后来我想，我考双百我已经做到足够了，我用啥不开心呢？他连着考3年双百能咋的？高考也不是积分制呢。所以我不是想借这个视频让你们跟我一起悲伤啊，就是我最难过的几天已经过去了，而且我相信这些事儿都能过去。我就想鼓励你们一定要正视自己的情绪，为什么非要喜怒不形于色呀？总有人过得比你惨，还无比坚强，也总有人比你成功，还无比努力。但那又能怎么样呢？你的人生和他们没有关系，想开心你就开心，想脆弱你就脆弱，不要自己绑架自己。